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沉默如金，诚意的隐身哲学与粉丝的静候契约。在一个遍地都是热搜体制明星的年代，有个叫诚意的演员，偏不走寻常路，他选择隐身，或者说主动远离那些灯红酒绿的喧嚣，一门心思扑在演戏上。这事儿听起来挺玄乎的，毕竟现在流量为王，谁不拼命刷存在感？但他就是这么干了，而且还干得挺成功，甚至和他的粉丝群那些被称为奇异果的朋友们搞出了一套特别的守株待兔式默契。现在娱乐圈什么样？打开手机，铺天盖地都是明星的消息，今天这个恋爱了，明天那个出专辑了，后天又有个什么颁奖礼，大家都在抢 C 位，抢镜头，恨不得24小时住在热搜上。这没什么稀奇的，市场规律吗？曝光度等于影响力，影响力等于真金白银。但诚意这哥们儿硬是玩了一把逆向操作。他平时不爱上综艺节目，这年头综艺多火啊，多少明星靠着综艺圈粉翻红。可他就是不乐意当常驻嘉宾，偶尔露个脸，也都是为了宣传作品，匆匆而来，悄匆而去。微博、抖音这些社交平台，别的艺人恨不得一天发8条动态，跟他家客厅似的，更新频率慢得让人着急，有时候好几天都没个响动。就连新剧宣传期，他都习惯以剧里角色的身份去跟大家交流，而不是以诚意本人的姿态。粉丝们都拿这事儿开玩笑，管他这状态叫3无产品，没新剧，没活动，没动态。搁别人身上，这基本就等于查无此人了，人气早就凉了半截。但他这套路反而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成了圈里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可能觉得明星不露脸，那不是要被时代抛弃吗？其实不然，诚意这种隐身可不是躺平，而是把更多时间精力铆在了打磨演技、钻研剧本上。就像武林高手闭关修炼，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出关的时候能拿出真功夫。你看他这些年交出来的作业，一部比一部硬气。从琉璃里的司凤，那份为了爱九死不悔的执着劲儿，感染了多少人？再到莲花楼里的李莲花，把世事看透，潇洒自如，又让多少人看到了洒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还有接下来要上的富山海，据说他演的萧秋水，那股子破浪而行的勇猛劲儿，也让人非常期待。他走的不是快餐式明星的路子，不追求每年几部戏的高产，而是追求精品化。每一部作品都能看出他的用心和进步。这就像一个老手艺人，不急不躁，精雕细琢，出来的东西自然经得起推敲。在现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很多演员为了保持热度，什么戏都接，什么角色都演，结果呢？演技原地踏步，甚至开始走下坡路，观众看了都替他们捏把汗。但诚意不一样，他好像就是认准了演戏是门手艺活的慢慢磨才能出彩。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对表演的投入，反倒成了他最坚实的底气。更有意思的是，诚意的这种隐身策略，竟然还催生了他和粉丝之间一种特别的关系。这可不是那种普通追星模式，成天盼着偶像营业，发自拍，开直播。他的粉丝奇异果们被偶像这种淡定劲儿给传染了，也变得佛系起来。他们不抱怨偶像曝光少，反而在这种等待中找到了乐趣，甚至把这份等待变成了创作的源泉。这帮粉丝怎么打发时间的？首先，他们会把诚意演过的那些剧翻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你看李香怡的《红绸剑舞》，那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齐艳梅雨间的帝王孤寂，又让人看到了多少帝王的无奈。还有应渊的护佑苍生，
那种大爱无私，都值得反复品味。他们不光看剧情，还研究角色的心理，琢磨演员的表演细节，这叫温故而知新。其次，他们还爱考古，因为程毅平时低调，很多早期的资料，比如采访、花絮，都显得特别稀有。粉丝们就跟寻宝似的，把那些老物件翻出来，从里面发现新的惊喜，找到那些不为人知却能体现程毅真实性情和成长轨迹的小碎片。每一次考古成功，都像打开一个盲盒，新鲜感十足。再有就是二创，偶像不营业，那我们自己来营业。粉丝们写同人文、画漫画、剪辑视频，把剧里的经典台词、精彩片段拿出来重新演绎。他们用这种方式延续角色的生命力，也表达自己对偶像的热爱。这种二创活动不仅让等待的时间变得充实，也成了粉丝之间交流互动的独特方式。大家抱团取暖，一起把这份热爱微暖。这套静候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的信任。程毅相信粉丝会理解他闭关修炼的苦心，会为了作品的质量而耐心等待，而粉丝也相信程毅会用一部部高质量的作品来回馈他们的这份等待。他用时间去换取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比如与司凤的龙彻里相宜的少师，以及唐周腰间的葫芦。而粉丝付出的耐心，就是为了得到一份纯粹的、不被流量稀释的真心。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约定。现在这个圈子，大家都急着收割快钱，追求短期效应，但程毅和他的粉丝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笨、更慢，也更长远的方式。他们像种花一样，不着急催熟，而是耐心浇灌，等待花开。这花不迎合季节，却开得格外持久。这种诚意现象，其实给了大家一个挺好的启发：明星的价值真的只看热搜和曝光量吗？高质量的作品和演员的投入，是不是也应该被看到？粉丝和偶像的关系，除了追逐和被追逐，是不是也能有更深层次的连接？你听王权篇里王权富贵那句天下非人之天下，乃众生之天下，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大气？长安24计里谢怀安那句我见不得仇人友善中，带着多少悲愤和不甘？还有赴山海里萧秋水的剑断而著，花败自开，毁身销骨，不过重来，这话是不是透着一股子豪迈劲儿？这些台词都是作品的灵魂，他们的力量远比一时的热搜来得更持久。所以啊，新剧总会来的，所有的等待和付出都不会白费。程毅的这份沉静，终将在时间的长河里显露出他最真实、最磅礴的模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守候和期待，在作品面世的那一刻，都会变成漫天的星光，温柔地洒下来。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最近在娱乐圈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说的是一个叫程毅的演员。这哥们儿吧，跟现在大多数明星的路数不太一样，人家恨不得天天挂在热搜上，综艺一档接一档，生怕大家把他给忘了。可程毅呢，偏偏反着来，跟玩隐身术似的，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你很少看到他上什么热门综艺当常驻嘉宾，社交媒体也跟冬眠似的，偶尔冒个泡，还多半是给新戏宣传，而且是以角色名义，好像程毅这俩字儿就得藏着掖着。这事儿要搁别人身上，粉丝早急眼了，什么不营业啊，没动态啊，各种催促。可程毅这边的粉丝，人称奇异果，倒也奇特，他们管这种状态叫三无时光，没新剧，没活动，没动态。听着是不是有点惨？但你别说，人家这惨里头反而透着一股子自在。这事儿细琢磨就有意思了。你说在流量这玩意儿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个明星主动隐身，图个啥？按理说，你曝光越多，热度越高，
赚钱越多，这好像是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可程毅偏不，他好像压根儿没把这些当回事。他把时间都用在了哪呢？而且是那种能让你看到功夫的戏。你看他那些作品，从《琉璃》里的雨丝凤，那眼神里的执着劲儿，简直能把人看哭；到《莲花楼》里的李莲花，那种看透世事、豁达洒脱的劲儿，又让人佩服；再到《富山海》里的萧秋水，听说是踏浪破雾的勇毅，还没播呢，光听名字就觉得有股子劲儿。这每一部戏，每一个角色，都让你觉得他不是在凑数，是在真刀真枪的演。他把光阴都淬炼成刃了，这话说的有点玄乎，但意思就是他没浪费时间，把时间都变成了自己的手艺。你想啊，现在多少演员为了快速变现，什么戏都接，什么综艺都上，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排满。不是演技没提升，就是口碑翻车。程毅这条路看起来有点笨，但实际上他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加砝码。他不是不懂流量的规则，他只是选择不跟着玩，而是绕道而行，一头扎进了创作的深海里。这需要点定力，更需要点傻劲儿。更有意思的是，他这么傻，他的粉丝也跟着一块儿傻。一般人追星不就是图个热闹，图个近距离接触吗？可奇异果们呢，学会了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给自己建了个小花园，叫奇异果花园，然后在里头安安静静的等花开。不是干等着，而是把等待变成了另一种参与。比如他们会把李香怡的《红绸剑舞》翻来覆去的看，琢磨齐艳梅雨间那种帝王的孤寂感，感受应渊那种守护苍生的情怀。这不就是把偶像的作品嚼碎了，揉进自己骨子里了吗？还有，他们会考古。程毅这哥们儿出道时间不短了，早年的戏、早年的采访，甚至一些边角料的直播片段，都被粉丝们挖出来，当宝贝一样珍藏。他们能从这些碎片里解读出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惊喜。这不是无聊的消磨时间，这是把等待当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更厉害的是二创，就是粉丝自己动手写小说、画画、剪视频，把偶像的角色和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这不仅延续了角色的生命，也让粉丝的热爱有了出口。他们把这份热爱当柴火，把等待的时光微暖，一点儿不觉得寂寞。这简直就是把等待变成了创造。所以你看，这程毅和粉丝之间不是简单的偶像和粉丝的关系，倒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程毅用时间去换角色，用自己的功夫去换雨丝凤的龙彻，李香怡的少师，唐周腰间的葫芦。而粉丝呢，他们也用等待作为约定，去赎回一份不被流量稀释的真心。这在现在这个行业里简直是个异类。别人都在挥舞镰刀，想着怎么快速收割流量，挣快钱。程毅和他的粉丝呢，却默默地用沉静做土壤，种出了一片不迎合季节的花。这片花不争不抢，却自有芬芳。你可能要问，这值不值得？这问题问的有点多余。你听听《王权篇》里王权富贵那句天下非人之天下，乃众生之天下，是不是听着就觉得气势磅礴？再看看《长安24记》里谢怀安染霜的白发下那句我见不得仇人有善终，是不是能体会到那种刻骨铭心的恨？你再品品《富山海》里萧秋水那句剑断而住，花败自开，毁身销骨，不过重来，是不是充满了豪情？这些台词句句都像星星一样闪着光。所以你看，新剧嘛，总会来的。所有的蛰伏啊，都会有它该有的回响。程毅身上那种沉静的力量，最终会在时间的这条大河里，慢慢的显现出它真正的样子。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守候，那些埋在心里的期待，都会在作品一出来的刹那变成满天的星光，
温柔地洒下来。